我真心的建議大家停止学習，马上賺錢。成長最快的方式就是研究賺錢。很多人可能都覺得成長呢就是不斷的學習、看書、理論，然後呢把自己的腦子裡塞滿了各種的理論知識，然後就能夠變強。但現實是你學了10年，可能都不如別人賺錢賺的1年多。當然我不是說學習沒有用，而是說學什麼比學多少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说你現在学的東西不能夠產生變現的東西，那麼只能夠證明你在用勤奮麻痹自己。因為學習和賺錢它是兩碼事兒，學習是輸入，知道嗎？賺錢是輸出。學習呢是吸收，然後賺錢呢是給予。學習是你的信息的消費者，賺錢呢是你信息的生產者。如果說你現在你兜裡連幾萬塊錢都掏不出來，現在我勸你立刻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多聽幾遍我接下來講的這幾句話。我會明確的告訴你為什麼別人在賺錢，而你卻不能賺錢，讓你清晰的去看透你和別人之間的差距到底在哪裡。耐心聽，並且呢能夠迅速教會你如何彌補你現在的差距。賺不到錢的時候多看幾遍，好吧？第一，要賺錢最快的方式它就是試錯。王思聰的爸爸有一句名言，他是這樣講的什麼清華北大都不如膽子大，對吧？很多時候呢，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學習，卻從來沒有膽量把他所學到的理論知識拿到實踐當中去試錯結果呢就是越學越窮，越窮越學。我舉個例子一個985和211的文學一個碩士生，他天天去研究什麼古詩詞的經典名言名句，但是呢從來不去思考怎麼靠寫作去賺錢。最後呢他也只能夠去當一個普通的編劇，一個月幾千塊錢的收入。然後你反過來再看，抖音上有一個人的名字叫做婉婉教小白學直播的表現能力的，賺的已經是盆滿缽滿了，身價都1000萬了。所以你看壓根兒就不是上課培訓什麼學習沒有用，而是說不能夠學以致用，這才是關鍵，對吧？賺錢這個過程呢，它是逼着你去學習市場，了解人性，學習商業，這些呢才能夠真正讓它變成你想要的東西。第二，研究賺錢，它能夠倒逼着你自己成長。心理學上有一種概念叫做成長性的思維，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什麼意思呢？就比如說有句話叫做凡事發生皆因有利於我這句話呢，它的本質就是認知上的成長性的思維。假設你現在被你朋友騙了，不管騙了多少錢，那麼從這件事當中你學到了什麼是自己的判斷力不足呢，還是說你太信任別人那麼行動上的成長性的思維就是以目標為導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的去精進的進取。比如说你現在想去做短視頻賺錢，對吧？但是呢你發現你的視頻沒有人看，那麼呢你就會要去研究它的算法剪輯流量規則還有文案和選題。如果說你想做電商但是我的貨呢就是賣不動，你就要去學會研究這個選品、流量、運營和轉化率等等，用戶需求，甚至說呢你的美工，這些都是倒逼着你學會賺錢的本領。那麼賺錢的過程呢，就是你需要不斷的去面對問題，解決各種的問題，而你每一次解決的問題呢，都会比之前、比昨天呢更強就可以了。第三，賺錢能不能讓你看清更多商業的真相呢？很多人他都是空學了一大部分的理論知識，但是对於認知上面的方面還是錯的。但是呢比如說很多人他相信然後呢努力他就能夠成功，但是現實呢卻是選擇比努力更加重要100倍甚至1000倍你以為學歷能夠決定你的收入，但是現實的商業素質和執行力才是賺錢的關鍵。你看比如說有一個程序員他只會敲代碼寫代碼，一個月的收入有2-3萬，你感覺應該非常高了，對吧？但是有的程序員他就會去研究我怎麼去接外包，怎麼去做我的產品，怎麼去做直播做營銷，可能早就他就年入100萬了那麼差別在哪兒呢？前者是打工思維一直在循環，後者是利用商業思維做破局。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賺錢的本質不是你會做什麼，而是你是否能夠滿足這個付款者的需求啊，技能加上這個商業的思維，它就是一個王炸。那麼我們普通人要怎麼樣才能夠用賺錢的思維加速自己的成長呢？我們具體要怎麼做呢？我給大家說5個重點，仔細聽。第一，從小處下手，不需要你去辭職，也不需要你有幾萬、10萬塊錢的啟動資金，也不需要你有完美的計劃，就從已经现在當下有的東西開始。你有技能，你就去賣服務、賣產品，比如說你會寫文章，對不對？那麼你就去結合市場所需要的要求去寫帶貨的內容啊，或者說你去寫那些網紅大 V 提供的文案代寫，对吧？你要是沒有技能，你就去出賣自己的時間，比方說用某魚上面一些東西去倒腾一些二手貨，再或者去帮你的鄰居餵個貓餵個狗，再或者說在本地的旅游單子上呢去接一些外地的游客。你可別小瞧這些東西，这些都是在積攢，而且呢不僅是積攢你的人脈，每一次的行動都是在積攢你自己的商業能力。第三，如果說你要是有興趣，你還可以拿你的興趣呢去做变現。你喜歡看小說，你喜歡追劇，那麼你去拍視頻去分享這些狗血的劇情。你喜歡看書，你就寫一些寫書的這個心得啊，然後呢，而且這樣既能夠漲粉絲，還能夠接廣告去變現，或者說去帶貨，對吧？你喜歡打遊戲，你就做直播陪玩代練，或者說幫人上分，那不都可以嗎？這全部都是零成本的東西啊。第二個也是重點，學直接能夠變現的技能。你想要賺到錢，那麼你就要學一些貨真價實的，你別去學那些听起來高大上的東西，因為那壓根兒你就賺不到錢。什麼能變現你就幹什麼，你就學什麼，你別管它3塊、5塊、8塊、10塊的。我直播間連麥的時候，有一個做手織品的姐，大家還記得嗎？他從某魚上是賣自己的那個手織的制作的一個產品，賺到了第一個10塊錢開始呢，他現在慢慢學會了營銷、產品設計、供應鏈，還學會了管理。前幾天我還特意跟他聊了聊天，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自己的小團隊，不多，就3個人啊，一個月最高的時候淨利潤能到10幾萬呢。他從來都沒有學過什麼商學院啊等等，他甚至連大學都沒有讀過，但是他的實戰經驗比很多的博士生還要更加的硬核。所以在你存款沒有到達100萬之前，我們都要拒絕所有和生存無關的個人提升，比如說什麼護膚啊、美容啊、跳舞啊、戀愛技巧啊，全都滾蛋吧。這些都是生活技能，對你搞錢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幫助。但是呢，演講啊、銷售、營銷、自媒體，這些你學了就能夠直接產生變現。所以你看哲學書都不如你去看看營銷心理學，你學歷史就不如多學學商業思維。想賺錢，學習更加容易變現的技能，其他的呢，得到了之後再說。第三個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測試市場嘛。你不要做一個完美主義者，不要等到所有東西都完美了再去行動。有了賺錢的想法就要快速的執行，抓緊去搶錢。先做簡單的東西去試試水嘛，對吧？比如說你想開店，花個500塊錢去進貨，擺攤測人流。你想要做諮詢，你可以以先最低價或者說免費去幫別人接幾單，看看市场的反馈和結果，然後呢再做出調整，因為市场的反饋永遠是大家最好的老師。第四，只向有結果的人去學習，多去研究那些已經賺到錢的人，而不是光去研究賺錢的理論。書中的理論固然重要，但是呢，你更加應該是学的现實中的贏家，他們是怎麼做的。想創業呢，你就去研究那些已經賺了100萬的這種小老闆，他們的經歷比10年前出的教科書的那種經歷還是絕對的實用的。你比方說你想做一個短視頻，那麼你就去拆解爆款的視頻賬號，而不是整天用那個腦子去聽什麼的網紅速成課。這裡給大家分享一個價值100萬的一個成長公式一定要聽好。成長路徑等於什麼？等於對標加模仿加復盤加迭代優化。第5個就是把學習就是當成逃避現實的借口，一定不要這樣幹。你想要賺100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去實戰，賺到一個100塊。很多人就之所以他沉迷學習，是因為他所謂的學習能夠緩解他不賺錢的痛苦。然後呢，他有一種我感覺就是幻想當中的進步，
我以後肯定能感觉賺到大錢的這種幻想。但是我還是那句話，學習跟賺錢它是兩碼事。如果你所學的東西它不能夠落地，不能夠變現，那麼你就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學習是工具，不是目標。我不倡導学習什麼无用論，愛學習的人絕對比不愛學習的人賺錢賺得更多。但是問題就在於，大多數的人把學習當成了逃避行動的借口，總是覺得自己還不夠好，所以呢，永遠在準備，永遠不開始。我身邊的人就是能賺到錢的人，就是學一點用一點，再學一点再用一点，然后一直這樣循環下去。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答案才会開始，你只需要在實踐當中想到下一個問題是什麼，然後解決方案，去針對性的學習有用的東西。那這樣呢，就是你的1年的時間可能都超越了別人10年的時間。所以賺錢是這個世界上成長最快的一種方式。